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新年快乐。还有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啊，美国真的是多灾多难啊，又有这样的画面出现了。美国的机场啊，西雅图机场竟然有2架波音哦，又这个擦撞到了。那这是在周三早上，一架日本航空的客机在西雅图的这个国际机场滑行的时候，意外撞上了停放在旁边的达美航空的客机尾部啊。那这个日本的这一架呢是787，美国的这一架是737啊，所以真的是哎呀，又是这个波音出现状况。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消息是美军承包的飞机哦，在菲律宾这边的南部坠毁，机上的4个人又全数罹难，这是怎么回事啊？好像从上个月开始到现在哦，真的是美国的飞机事故意外哦，真的是不断的传出来。那甚至还有2架美军的 F-35的战机哦，燃油耗尽，还紧急降落在日本的松山机场哦。那我们看到前舰长黄镇辉他就讲说，这是有3种可能，就是航程的预估错。那他说，要么就是漏油，或者是什么飞到一半临时去出了另外的任务嘛，就是让大家觉得很匪夷所思，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紧急降落的状况，还告诉大家是燃油耗尽哦。所以我们看到在网络上面很多的大陆网友在讨论这个事情，会不会是跟南海有关呢？就是美国其实是派了这2架 F-35去到了菲律宾那边吗？它因为这个美军现役的 F-35C 的战斗机它其实最大的作战半径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上，最大航程可以到2000公里以上哦，是一种至少拥有中程作战以及武器投送的战斗机。那竟然会因为燃油耗尽而紧急降落，说明这2架飞机应该已经是飞行了相当长的距离了。那我们来看看啊，它从南海返回日本基地的话，就是大概是2000多公里的航程哦。即便空中加油，可能还是吃不消，所以最后这2架会不会是因为它去了趟这个菲律宾，然后最后才赶快到日本紧急降落呢？现在开始网络上面有一些揣测哦。那我们看看这一次呢，其实因为美菲正在进行南海的联演嘛，那就有人在推估哦，就说是不是菲律宾派出来这个 FA-50战机参演哦，感觉上面不给力，所以才需要出动 F-35来支援一下呢？所以开始网络上面有一些这种阴谋论或者是这种揣测之说。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美军他们现在强化空中战力。美军的这个陆战队表示他们的部队当中有39架这个耀式战机当中有一半会在2026年退役，其余的飞机将会在2027年下半年来逐步淘汰。那其实现在看起来他们这些逐步在退役全面退役之后呢，是为了要换装成 F-35B 吗？还有这个川普政府现在他们已经针对第6代战机开始有一些动作了。2022年底风光亮相的 B-21 突袭者轰炸机在1年多后首次试飞。那它是为了要验证工作是不是都处于最理想的状态。那美军甚至有意在2025年春季来尝试部署。那其中还包含了身兼这个 NGAD 的第6代战机，对未来空战可能会再次有一些新的定义啊。那还有这个2024年 F-35的交付量已经超过了100架，但是这个数字呢，并不是来自于具体的生产数据而是基于公开的生产编号啊，还有这些航空旅的数量以及一些指标，就是媒体的一些推估因为外媒也在推估说歼20的产量可能已经接近120架，所以美国是不是也在加快速度呢？就是希望这个年产量能够突破100，然后直逼这个歼20现在目前有的数量呢？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我最近那个美日澳菲好像在做联合军演所以如果是飞在日本、菲律宾有一些飞行，我觉得不会太意外啦因为这个联合军演的目标当然还是中国大陆啦，只是它不会宣称所以会出现美国 F-35
我不知道过去的军演有没有出现啊。如果说没有，那这次特别出现啊。那 F-35因为它是第5代隐形，而且是在航母可以起降啊，所以当然就会有特别的意义啦，人家会注意啦。那如果它是又有这个 B， 我们看这个2架 B1B 啊，经过黄岩岛啊，这个已经是战略轰炸机了这个黄岩岛现在上面又没有人，所以我觉得那个只是宣示作用啦。因为那个地方就是中国大陆就是实质占领嘛，那菲律宾一直想要冲进那个附近啊，那美国我觉得这个只是做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啦。如果真的要对黄岩岛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这个真的要针对黄岩岛做攻击不会用这个飞机了。这个就是丢了炸弹就准备走了，是这种飞机啊。所以我坦白说，这个并没有到所谓攻击的部署的程度了。这比如说我半飞一下这样那因为它本来就有军演嘛，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也没有太把它当作是一个军事的事件了。那至于第6代这个因为那个 B-21早就出来了那后来就发现太贵一架可能要7亿美金所以它一直就没有量产就一直没有办法进入成熟的阶段那所以我觉得美国会有第6代战机的研发，我觉得这个并不令人惊讶那重点是因为中国大陆成飞、沈飞各出了1架嘛，对，那这个大概大家公认那个应该都是第6代的性能那美国即使有，我觉得也要牵涉到单机的成本问题了就是美国现在事实上能够用在军事上的各个军种的对预算的争夺其实非常激烈，那很多人都认为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应该还是海军嘛，那海军严重落后嘛，因为它除了航母之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这是它的困境所以你也看到从冲绳在做部分的撤军那这个第6代战机研发要花那么多钱又不是立刻能够上手我相信在美国的军方内部会有极严重的资源的争夺那我很难想象第6代战机能够分到足够的预算以目前的状况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看川普啦，就是川普如果给人家感觉是对外不要发生战争，那我认为他对于这一类的东西的经费的部署我觉得会受到一定的限制了所以我觉得美国的方面就是他常常这个有各式各样的想法，那可是他要具体落实为一个实验机已经成功我觉得都要相当的时间尤其要到量产，那时间更久所以反正就继续观察吧，就这样了。好，来请教将军。首先我给各位观众讲一下，美中两国打的是经济战为主要战场。那军事上做这些事情呢，就是说川普的连贯作为，他是威逼利诱嘛，利诱就是说跟中国讲了那么大的关税这个苛征的问题，现在都在谈嘛。那这个里面旁边就要有一点军事上的这个加点筹码。那军事上又不能跟中国大陆直接叫板，就透过菲律宾跟日本的这个军演。但是这个军演对中国大陆来讲，大家内行人看实力嘛。那美中两国的空军跟海军优胜劣败的姿势已经很明显了哈。各位都不知道，美国航空母舰上2个主要的战斗机的机种，一个是大黄蜂 F-18，已经面临要退了。那 F-35B 它的功能也没有办法压制歼20的这个压力，而且 35B 的缺点现在慢慢暴露出来，经常会出现意外故障，而且性能上也没有办法跟解放军的6代机对抗。
那美国要急起直追的话，它面临2大问题。今天 F-18跟 F-35B 的数量很庞大，你拿多少经费去搞这个6代机呢？ B-21对，它是6代机的雏形，到它试飞完成、研发成功到量产还有很大一段距离。尤其最大的致命伤是说太贵。川普有没有意识在国防军费上扩大的竞争力量？我跟你讲，为什么讲经济是主要的？你有经济实力，才有国防军费的挹注。刚刚郑亮讲的没错，三军首长都跟川普要钱，问题是川普现在拿不拿得出这笔钱，让他很快的跳入6代机跟海上争霸的这个足够建制，这是个大问题。但是川普现在主要要解决的是他内部的问题跟商业上的问题。所以我预估啊，前面一段时间你们在节目上也看出来，有人主张不搞6代机，拿无人机来代替，这都是权宜的做法。但是这个做法暴露出什么呢？你没有实力去构建6代机来解决美国空军上的劣势，因为这个不是1架2架的问题，这是几百架的投产，那投产还要时间，所以我们回归到美中真正抗争的主体是经济作战。自古以来，我们看历史啊，有粮就有兵，是吧？对，最基本的需求。粮在今天代表什么？是有钱才有兵。乌克兰打到后来不是靠雇佣兵吗？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主战场是在经济作战，军事上这个优胜劣败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美国也不至于在这个时候在军事上跟中国发生主要的战斗，主要的战斗还在经济作战上。所以我们今天看机种的替代变化，不是1架2架的问题，是几百架上千架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啊，美国跟中国之间不会有陆军的作战，那只有海空军上的比试。那这么在远的时候，刚刚前面你讲的，飞远一点，油耗尽了，要紧急迫降。距离是空军作战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为什么要发展航母？就是要缩短作战半径这需要的距离。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波音今天衰机连连，擦创连连，除了它先天上的不好的零件已经渗入到每一架飞机里面去，所以出包的时间会多。第二个，紧急迫降，空军作战之前有任务提示，包含你的作战计划、演习的计划、你的航程都应该有详细的记载。那这里面产生3个问题：管制上的问题，螺丝松了嘛？这个飞机上有仪表告诉你现在有多少油，对不对？你不可能不知道。对，那是加油的问题，还是电脑出了问题，还是驾驶员出了问题？这些出包的问题，一句结论：螺丝松了。好，我们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这次美国的这个 F-35的一个紧急迫降哈，因为我们都在想了解它的机型是哪一款哈。例如说，我们都知道 F-35有 A、B、C，那 A 是空军的啊，它的作战半径是比较长一点，可以到2200啊的最大的航程，作战半径在1000公里左右。那如果是 B 型的话，就是海军陆战队所使用的。它的作战半径就大概900多公里而已啊，就短了一点。那最大的航程大概在1600。那如果是 C 型的话，它就是海军啊，也就是美国的海军的航空兵。它的作战半径就跟空军的差不多，大概在2200多公里1000公里，最大的航程2200公里左右。那目前传出来说，应该是 F-35C。那如果 F-35C 搭配这个 B-1B 的战略轰炸机在黄岩岛，这个就有点不太合理了。理论上讲，一般来说，你 B-1B 的战略轰炸机应该是护卫它的，应该是这个 F-35来护卫。但是这个战略轰炸机很明显的，它并不是就是说，也就是说，如果是从关岛起飞的这个飞机的话，它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去护卫 B-1B， 所以由菲律宾的这个 FA 他们来做护卫。可是我们昨天就已经前天有跟观众朋友分析说，菲律宾的这款飞机
是从韩国买的，是从高级战斗教练机升级成为一个战斗机，所以它的基本的作战能力是很弱那它的起飞重也好，作战速度也好，它的雷达的设计各方面都是很弱的，它没有办法跟歼10，也没有办法跟苏30的这个战机来去对抗，所以相当有可能就是菲律宾它本身的这个战斗机不够看，被中国大陆强烈的压制。那强烈的压制，这个就威胁到这个 B1B 的战略轰炸机的安全的问题了。所以估计很有可能美国的这2架战机就变成由海军紧急过去支援。那这个已经超出它原本的演训范围内了。那紧急支援的时候，它的油料估算就，如果一旦被中国大陆缠上的话，那它必须要想办法摆脱以后回来，很有可能油料就不够了。我想这个判断是可能性而已，但不确定这个要等到更多的资料来。但是我们在前天已经有强调了，美国的美联社并没有说飞越黄岩岛，而我们台湾的绿营的媒体说飞越黄岩岛，这个就是有新闻造假的嫌疑了。我觉得这个部分，这个真相中心应该去查一查。就是你既然引用的是美联社的新闻，可是美联社新闻里面没有说飞越黄岩岛，你怎么会在标题上说飞越黄岩岛？可是你的内文里面没有写有飞越黄岩岛，那这个又很奇怪了。这又不符合新闻原理标题跟内文并不一致，而标题你引用的美国的资料并没有发生，而你却把它说发生了，这个很明显造谣了这就是假新闻、伪新闻如果这个被川普知道的话，川普一定很生气，因为他最讨厌的就是伪新闻那当然对赖清德来讲的话，川普的话都必须要听，所以川普批评我们的林玉婷，我到目前为止一直在等赖清德出来回应一下。他怎么可以批评我们林玉婷？那个赖清德回应一下吧。民进党当初你们这些人都跳出来回应一下这个川普攻击批评我们的林玉婷吗？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川普真的是不掩饰了，他跟这个纳坦雅胡感觉上面真的是两人世界他们两个就是这样子展现出来好交情，完全不顾世人的眼光你看现在川普还跳出来替纳坦雅胡讲话，他就说呢，这个针对国际刑事法院 ICC 要实施制裁理由是因为ICC 对美国的亲密盟友以色列展开调查，所以他就在签署行政命令来指控 ICC 进行不合法而且毫无根据的行动，然后是刻意针对以色列包含这样子针对纳坦雅胡以及以色列的前部长格朗特所以他觉得说这是在滥用权力完全是站在以色列这一边那纳坦雅胡也不掩饰了，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大家都在讲说你怎么是用呼叫器的恐怖攻击的方式嘛结果他还打了一个金色的这个呼叫器送给了川普，让大家觉得很傻眼你们两个真是完全不掩饰就纳坦雅胡去到白宫的时候就这样子一个金碧辉煌的这个金色呼叫器，说是什么呢？纪念攻击真主党的行动，完全搬到台面上来说呢。那还说致川普总统我们最伟大的朋友跟同盟，然后来署名是他这个纳坦雅胡的名字这两个人一搭一唱，真是让全球都看傻了眼。而且纳坦雅胡现在有了这个川普当靠山更开心了，因为他本来以色列就是想要把所有巴勒斯坦人就是赶出加萨嘛。那现在川普还出来扮演这个角色，而且他扮演这角色还讲的是说我们不会废一兵一卒接下来是要打造一个什么美丽的海岸，接下来巴勒斯坦人你们会移居到更安全更漂亮的社区，有崭新现代的房屋，然后给予他们拥有幸福安全和自由的机会。但是怎么达成他并没有说，他就总之你们不住在这里，但是会有这个地方等着你，就是开了一个空头支票的感觉然后他说接下来加萨这边不需要投入美国军人，但是却有利于这个地区的长治久安，越听越像玄学了那你看看这个以色列还建议加萨居民你们可以去索马利亚
索马利亚就可以有川普口中这样子漂亮的社区、崭新的房屋吗？所以真的是不懂这两个人在说什么哦。那我们看看这个接管加萨的计划，还被发现说卢比奥也是看电视才知道的，怎么会是这样子呢？因为这个国务卿说他是在看电视的时候才第一次听说了川普这个想法。那川普在宣布的时候更被大家拍到这个后面这个同龄眼，就说白宫幕僚长在听到川普讲接管加萨的时候难掩震惊，后面眼睛瞪得跟这个同龄一样，被媒体镜头给拍到说啊，就是没有人知道川普会宣布这一番话，连周遭的人都不知道，所以很讶异哦。那再来，川普现在又要去调停俄乌了。我们看到美国的这个俄乌特使呢，他们讲说，下周就要提出这个和平计划了，可能会冻结前线的冲突。他还在 X 上面发文哦。现在我们要知道美国在想什么，都要透过每个人的 X 去了解他们的想法。那他说我们期待这个会议上面来讨论川普说结束这场血腥昂贵的战争的目标，也愿意跟那些和我们合作的美国盟友来会面哦。乌克兰媒体有提到，川普所提出的和平计划目标是要在2025的复活节之前哦，也就是大概4月多嘛，就4月多复活节之前来结束俄乌战。然后这个计划是要求双方在4月20前停火，然后禁止乌克兰加入北约，而且要求乌克兰接受俄罗斯已经并吞领土的主权。那乌克兰他们总统办公室就驳斥这个内容，他就说这可能是俄罗斯的宣传战啊，他们意思就是他们不会去接受俄罗斯已经并吞领土的这些地方哦，所以看起来目前还是这个可能是美国或是什么单方面释放这样的一个里面的计划。那我们看一下俄罗斯的国会议员，他们讲说现在已经在后期阶段，也就是普京跟川普可能会在2月或3月来见面，来讨论这个结束俄乌战争的可能性啊。那再来泽伦斯基，他们现在说要核武作为保障，但是美国的乌克兰特使就是刚刚这一位呢，他就是泼冷水，他说让乌克兰重新获得核武的几率是0，是不可能发生的。再来看一下就是美国乱了全球，其实他自己本身也是乱得不得了。他现在就是大举要裁撤这个 FBI、CIA 之外呢，他们现在裁撤美国教育部也已经在启动当中哦。传出这个效率部门已经用 AI 来查账现在目前教育部的一些相关的开支。但是呢，《金融时报》讲说马斯克也不是处处都是好像可以称心如意的因为他现在想要去管这个财政部的一些支付收据，却被踢了铁板。因为现在已经大概有6个联邦机构跟部门已经对马斯克反感的不得了啦。就是说你这个做法是违法的甚至还有民众走上街头然后在抗议马斯克的一些做法，觉得说这个已经是有一点好像越权了。那你看这个连卫报，英国的卫报都在讲，现在执政者应该不是川普吧，应该是马斯克吧，就连英国卫报也都这样子讲讲说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亿万富翁，透过影子政府在管理着美国呀。那大家觉得这个马斯克也是让美国内部一团乱。我们来先请教一下亮哥，这个以色列跟川普，我认为他们本来就有共同目标了，就是扩大以色列的版图。那以色列本来在加沙战争，就是能够赶走多少算多少，能够杀多少算多少可是不可能嘛，因为这个地方巴勒斯坦人高达100万人，所以他现在就用重建当理由，说我现在没有地方让你住我要重建那所以我们先帮你移走了，等重建好你再回来。可是这个地方的入境权是以色列政府控制的，你怎么可能回得来？对，回来也买不起。所以他现在表面的理由就是说，我们先帮你移走，方便重建那为什么川普会立刻同意因为美国媒体已经公开写了，说川普的地产商要进来协助重建。又是一笔生意了。他的那个女婿本来就做过类似的事。不管在沙特、在以色列都搞过房地产，而且川普都公开讲了他的用语，大家忘记了吗？
他说他要把加沙地区改建成蔚蓝海岸，Riviera 都讲出来了。那因为加沙地区也面临东地中海嘛，理论上啦，可以有滨海地区了。那川普这个人哦，向来都是这样，要花最少的钱得到最大的利益了。重建以色列政府一定要编预算啊。那他一定会去跟阿拉伯半岛的一些有钱的国家要求他们捐，提供资金嘛。因为有人算过了，加沙的重建大概要花600亿美元。那个乌克兰是最可怕，乌克兰是6000亿加沙大概600亿所以我觉得他们就在弄这个算盘那事实上，我认为他故意把那个目标喊高他向来都这样。比如说我要加拿大我要格陵兰事实上他是要第二个目标。第二个目标就是加沙地区比照约旦河西岸，弄出以色列屯垦者住的地方，然后有缓冲地带，然后还有巴勒斯坦住的地方，就是 A、B、C 3个种族隔离区啦。那以色列的屯垦者已经讲了，他要 Gaza City， 所以未来他一定是先要在加沙市清空巴勒斯坦人，把他们赶走，然后以色列的驻军就开始在加沙的城市外围巩固他的防卫了。那里面已经有人说要去盖科技城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明显违反国际法的一个东西啦。可是又没有力量可以阻止。好，请教帅将军。首先我讲，很早以前一开始打我就讲以色列是赶尽杀绝嘛，现在杀不绝他就要赶尽。这个就是很简单的他的原则。第二个，他把他们赶到哪里去了？索马利亚是世界上多穷的一个地方，又穷又苦才会去当海盗嘛。对不对？他把加沙人搬到那里去，把他的原来的故居地腾出来，搞个黄金海岸，这是地产商惯用的手法嘛。你钉子户不搬，我烧了你，我再重建嘛。因为约旦跟埃及拒绝。对，拒绝是拒绝，他的打算，我们把美国历史拿出来看一看。印第安那个保留区、保护区是不是跟索马利亚一样啊？印第安人是靠吃野牛的，对不对？1000多万印第安人，现在剩多少？几十万呢？那2000多条野牛现在也杀光了，还要从加拿大引进来啊？为什么要杀野牛？我让你印第安人饿死啊！保护区里面没有野牛的踪迹，印第安人靠野牛皮、野牛奶、野牛肉吃过日子的嘛。今天你对加沙的走法，是不是跟当年对付印第安人，这才叫做种族绝灭啊？对不对？你把他搬到索马利亚，他怎么求活啊？索马利亚当地的原住民都没有办法种得出东西，开采出来东西，才沦为海盗。你把加沙的人搬到那里，他怎么活所以你只是图他加沙走廊这块地嘛。那屯垦区的人移民进来，我讲老实话，那前面那句话也是空话。欢迎你建好了，你回来。加沙这些难民有钱买得起你黄金海岸的别墅嘛？别他妈胡说八道。所以这个国家，他这个霸权呢，那是其来有自啊。你看看美国历史就知道了。那13州怎么来的，变50州怎么来的？巧取豪夺、抢劫、威逼利诱，都是他惯用手法。所以你今天骂我们是以美论，你把这个美国的本质看清楚就好了嘛。全世界有这种说法吗？我跟你讲，基督教他就是信奉这块地是迦南美地，就应该属于犹太人的。那你为什么不叫摩西把他们带回去埃及去了？埃及现在会欢迎他吗？所以这个东西强横霸道，真的是谈起来大家就有叹口气了，对不对？你这是标准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对，好，来请教赖老师。加沙这个地区比我们台北还大比台北大了1/3那也就是，而且它的地方没有大的地震，没有台风，风和日丽，在地中海沿岸这个地方很平，台北还有阳明山，还有木栅都不适合盖房子，还有很多地方不能适合盖房子，可是加沙地区没有，它就是一块平地，非常漂亮的平地，
所以整理干净以后就变成很漂亮的建地。对于川普来讲的话，凭空得到这个3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65的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个对于川普来讲，这个是一个巨大的财富啊。他的家10代都吃不完了，他把它整理干净，用美国大兵、美国人民的纳税钱、美国的工兵，把那些未爆弹都整理干干净净的，地都整好了以后，交给川普。川普的这个营建帝国跟他的女婿库什纳就进来了，开始把地都画好。你看我们信义计划区每一坪卖多少钱？他到时候就把这块地开始卖给世界各国的建筑商，他们开始来这边招标，开始买地，开始整地，开始盖房子，然后开始卖出去。那这些好处都盖起来了，漂漂亮亮的地，但是那是有钱人，以色列的中东地区的人居住，而没有你原住民巴勒斯坦人、加沙的巴勒斯坦的命，他们没有这个命，他们要被赶走，他们没办法过日子。我觉得之前以色列把加沙这个地方这么大，比台北还要大1/3的土地的加沙地区的200多万人，把它打造成为一个人间地狱，人间监狱。再经过1年多的战火，把它变成人间炼狱。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干出来的，从监狱到炼狱，现在要把里面的人全部都赶走，清干净。清干净以后，这块地他要了。我觉得川普这样的一个做法，天理不容啊！如果我们整个联合国、整个世界还容许这2个国家这样胡作非为，坦白说是我们的堕落。我个人是认为，川普他不可能实现他的想法。我们讲简单的道理，他说现在以色列的特别计划出来了，他们可以自由离开，那他不离开呢？你用军队过去把他鞭死吗？还是一个一个扛走呢？还是拿刀子把他威逼走呢？你把他威逼走，他要回来呢？还是只能出不能进呢？我觉得我们来看看嘛，230万人，看以色列跟美国怎么样不用武力、不用军队把这些人都全部请走。我个人认为你做不到了，想得美了，全世界人都看在眼内了。我觉得看你还嚣张多少时间。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我说几个吗？好，现在但凡只要是赢过美国的一些软体恐怕就会被盯上。比方说像是 TikTok 之后呢，现在 DeepSeek 可能也是被盯上的一个焦点TikTok 他们现在传出来说，母公司字节跳动可能并不是很想要出售北京方面也对于这个出售的事宜趋于谨慎，不排除宁愿是把它关闭也不要让它出售。主要就是因为它那个演算法是它最核心的，如果一旦出售的话，这个演算法就会落入到美国手中那我们看到像这个纽时也在讲说，其实呢，这个法律上面也指出TikTok 是不能够与任何一个中国所拥有或控制的公司保持营运关系，所以它一定是得要卖给中国以外的公司来持有，所以现在这个还是一个僵局。那他们现在就开始各种说就是说DeepSeek 还会把资料传给中国移动而且中国移动又跟中国的军方关系非常的密切，所以这就有可能会导致这个讯息外流那所以就说这个 DeepSeek 不能使用，这有送中的疑虑送到中国大陆这个资讯那可是你看德国银行讲这个 DeepSeek 应该是大陆经济的史普尼克时刻他就说本来中国大陆的这个股市呢有这个估值折价的状况，但是可能会因为 DeepSeek 而消失，就是会超出未来预期的发展让这个中国大陆的股市也带一波高峰那再来我们看看
大陆反制美国的招数现在是针对了稀有金属嘛？那很多西方的客户很震惊，就讲说，哇，这下惨了，因为中国大陆的钨产量占了全球80%哦。那如果说这个采取对钨的这种稀有金属的出口有所限制的话，可能在航太国防领域啊都会受到影响。那中美的关税战，有专家在讲说，接下来搞不好 Tesla 这些美企会变成中国大陆谈判的筹码，因为最近看到中国大陆有一波针对像是辉达啊，像是这个 iPhone 的这个 App Store 啊，就是 Google 啊这几家4大这个等于说美国的科技龙头开始有一个反垄断的一些调查，他说可能接下来中国大陆就会用这些来作为一些谈判的筹码，但是呢，现在大家有点不看好，就 iPhone。在中国大陆市场因为它的销量不断的在往下滑当中有可能它接下来可能得要去找一些新兴市场来取代现在在中国大陆消失的市占缺少的那一块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最近的软实力大爆发包含了像是冰雪旅游，像我自己也才刚从哈尔滨旅游回来真的是很好玩，你可以这样从无到有建造一个冰雪世界让大家去观光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为什么大家又在瞩目这事情，因为这个亚冬会要开幕啦，在今天晚间在哈尔滨举行据了解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会出席来宣布本次的亚冬会开幕，那还包含了像是汶莱、吉尔吉斯、巴基斯坦还有泰国一些国家领导人也都会来出席这一次的开幕仪式。那这一次的这个冰雪经济其实不光是哈尔滨就是大陆很多省份都开始在推动这个冰雪经济原本冰天雪地看起来大家不愿意去旅游，但是他们却成功的把这个文旅区块给做起来，然后造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旅游新热点人家要讲说这个2024到2025年的冰雪经济光是旅游人次可以达到5.2亿人次，旅游收入有望超过6300亿元变成反倒是一个最夯的这样子一个旅游时间点。那因此呢，这1-2个月你如果要去哈尔滨那个机票也好，住宿也好，现在价格都是涨得飞高就是非常的贵，因为太热门了。那还有大陆的影史票房也是在春节期间非常的热，哪吒2天就超过了长津湖创下的票房已经到达了63亿人民币，成为中国影史上这个票房观影人次的第1位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1.25亿人次，也登上了微博热搜那中国大陆是叫哪吒，我们台湾叫哪吒所以有些观众说好像念错，不是这个哪吒是台湾的一个念法。那我们看看呢，现在它这个相关的衍生的周边商品也是非常的热销，很多人都在去搜寻这个哪吒，连泡泡玛特都出了哪吒的这个相关的周边所以真的是强强联手。那另外我们看到在纽澳还有这个一些海外地区也是买下了这个哪吒2的版权要上映所以看起来中国大陆的软实力在黑神话悟空之后，哪吒又掀起了新一波的软实力那还有包含了旅游，也是让大家看到中国大陆的不一样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 TikTok 是个假议题啦，因为字节跳动持股只有39.1%，那其他的持股，软体银行10%扣掉，美国自己的机构持股就50%啦。那川普不是要成立一个主权基金吗？就通通都卖给主权基金啊。川普不是说要编200亿？那些人都很乐意卖给政府200亿赚爆了。对。所以这个根本不是个议题嘛，因为你只有50%嘛，川普自己讲的50-50那这个拥有50%的股权并不表示要技术转移所以并不一定会违背北京的一个禁售令所以我认为是美国媒体就发现好像北京那边都不动那不动的原因是因为你就去买嘛。为什么美国你没有动作呢？所以到底是谁那个光说不练那美国的媒体现在好像倒过来说是中国不卖，不是嘛？你川普就去成立主权基金嘛，你又不是没钱，
从资本主义国家转变成社会主义国家。他财政科那个中国的关税，一年就有700亿美元的收入，对，怎么会没有钱？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是这样，他觉得川普很多话都是讲，没有在动嘛。哦，所以中国大陆我觉得就不会说我干嘛那么积极，你先动嘛，因为你这个50-50不一定违反北京的禁令嘛。而且到底是谁需要 TikTok？ 坦白讲，中国大陆又不需要，TikTok 是海外的，而且他的公司已经在新加坡，对他的财务也跟北京的总公司是独立的，对，所以坦白讲这件事，除了技术禁售之外，其他跟北京真的关系没有关系啊，所以你说谁会亏钱？你如果愿意用200亿来买字节跳动，也很高兴啊，把它拉高股价。所以我说这件事并没有人反对啊，你就去做嘛。为什么你讲了之后都没有动呢？那另外这个 DeepSeek 啊，其实现在有各种讲到它的危险没有错啊，可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各种流传的各种说法啦，那你去问微软嘛，你去问亚马逊嘛，你去问 NVIDIA 嘛，他们为什么要让它上架？难道美国的七姐妹会比你不懂吗？所以美国七姐妹先下架再说嘛，你讲那些有什么用？对不对？那还有第二点，因为 DeepSeek 是开源软体啊，我现在去看大陆的网站，已经充满什么东西，你知道吗？手把手教你怎么把 DeepSeek 的算法建在你公司的网站，一堆这种东西啊。甚至海外还有人在教什么，你知道吗？教你怎么样让 DeepSeek 变成越狱版的版本。越狱版的版本是什么？你只要用特殊的方法，你就可以查到6·4事件，就可以闪过中国大陆国内要求的那个演算把那个就是审查的机制嘛，因为那是网信办的规定，所以你在中国大陆查本来就要依规定。可是如果到海外，已经有人在教你，我教你，我可以当唐凤来帮你，帮你绕过去。我昨天就看到一个影片，一步一步教你怎么弄，然后他就当场，那个人也是大陆人哦，他住在澳洲，他就当场秀给你看，他就查到6·4事件，而且还可以查到不太正经的美女图片，这个在大陆内部都是管制的嘛。所以我的意思，我说你要怎么去防，因为他说的演算法是公开的。那因为那个澳洲的大陆人他是这种方面的专家嘛，他就知道怎么去改啊。所以我跟你讲哦，你说美国要禁，我真的不知道他要怎么禁啊。开源软体怎么禁呢？就跟当年那个 Linux 一样啊。那到时候我跟你讲，这一波实际上最热的是印度人，因为印度人做不出来，有一个公开的，让我们拿回印度来编。对，印度的软体专家可多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昨天看到那个 Tim Colley 啊，又在那边那个参议员啊，又在那边讲啊，说这一定要抓去关啊。我看你怎么查啦。如果人家把那个算法弄到你那个网站里面，难道你每一家都去查吗？查不胜查，根本不可能执行嘛。好，请教赖老师。其实 DeepSeek 好不好用，问市场就知道。因为我们市场形形色色的人，各种专业的人士多得不得了。那它为什么一直是在不管是 iOS 或者安卓系统各种手机系统，它下载到现在都还排名第1名？那就是代表它已经经得起市场的考验了。也就是不管是海内外的下载这个 DeepSeek 的，他们都觉得很好用，所以它就粘上去了。好用又便宜，然后就粘上去。所以坦白说，并不是那么多人真的对政治有兴趣了，也不是那么多人很去关心6·4的事情或者其他的什么政治问题，因为更多人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他在工作中，在生活中，
他在心理咨商，或者是他在创作各方面，他需要一个好的助手来帮他省掉很多很多的麻烦。而且我们都知道，每个人的 AI 是要自己训练的，但是因为你不自己训练，他不知道你嘛，对，所以因为 AI 最厉害的地方是它读懂你。读懂你，坦白说，这就是人类一个很大的一个要劲了。那它可以读懂你要的东西，然后它开始串联，而它最主要是现在为什么欧洲人的评论跟美国人的评论有很大的差异？对欧洲人来说的话，他们绝大部分都是正向的，绝大部分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原来美国人过去是在骗他们，也就是说。川普说：“我找了软银，找了 OpenAI， 要5000亿美元，要打造一个 AI， 好像就是说你没有那么多钱，没有那么多技术的这一些国家，你就不要做了。就好像当初搞这个 GPS 一样，你们都不要做了，我美国人做 GPS 就好了，我做一个全球定位系统，你们都用我的系统就好。可是当你真的依赖它了以后，你就被它整个掌控了。”因为他关掉你，你就没了，你就瓦解了。对，同样道理，你 AI 被他美国人掌控了，你就瓦解了，你永远变成他的附属。中国告诉你说不需要这样子，没有很多钱，我们一样可以做得出来，而且我开源的，他就激起了印度、欧洲很多国家的人都说，那我们也有机会了，我们不用再被美国人所控制住了，这个多好啊！所以我们才会说，这是一个开源跟闭源的战争，而搞闭源的美国的厂商，坦白说，他不赶快改正的话，他真的会倒光。好，请教帅将军。我想这几样东西哈，这几年来，美国花了很多钱搞认知作战，把中国泼了很多脏水，什么新疆雪棉了什么东西。但是最近这几样东西啊 ，DeepSeek 让你去看嘛，最厉害是那个谁啊，小红书。小红书里面就很多美国人就发现，从这里面看到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人情风物，慢慢了解嘛。了解，你想人啊，吃东西是很大的一个诱惑。美国啊，只会吃生菜，只会吃汉堡，只会吃三明治。那中国菜里面变变化化太多，水蒸蛋啊，这个对不对？番茄炒蛋。这个味道一定会征服它嘛，所以小红书是一个很重要打破认知作战的一个东西。第二个，你看什么哪吒啦、黑悟空啦，这种好玩的游戏、好玩的东西，已经替代当年你记不记得韩剧多风流、多风光啊？韩团多风光啊！对，现在这个东西，《封神榜》里的题材太多了，妖魔鬼怪、《山海经》里面题材太多了。怎么不风靡世界呢？你光一个熊猫已经征服很多人了，在搞你看我们看《魔戒》，那就是那4条龙嘛，对不对？然后你要看《封神榜》里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游戏东西啊，很快就打出去了。对，所以你看 DeepSeek 中年人啊，学生他一定会用它，企业家用它，这个年轻人喜欢玩电动游戏的。我刚刚讲这3个节目都够他玩的，所以这个认知作战跟这个东西来比啊，认知作战的谎言总有被揭破的一天嘛，对不对？那这3样东西来，我觉得美国这个认知作战花那么多钱了，抵不过这个，所以我这个东西前途看好，对不对？又赚了钱，也把这东西推广出去了。中国的历史啊，以前是被很简化的了。都是那个早期我们年轻时候看叫傅满洲，脱个辫子，眼睛细眯眯的，一脸猥琐的样子，或不是洗衣店老板就是餐馆老板。但是小红书你看，所以这里面加大了西方跟中方的一个交流，这个管道很重要。那个